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可真是让我感触良多啊！前段时间我接待了一对特别有意思的跨海情侣，一个北京的富家女和一个台南的男生。这故事啊，简直是现实版的傲慢与偏见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位北京姑娘，我们就叫她安琪吧。安琪家里那可真是有钱，她爸是做房地产的，家里光是在北京就有好几套豪宅，家产上亿。安琪从小锦衣玉食，住着别墅，上着私立国际学校，出门都是专车接送。你们可别以为这样的生活有多好，这姑娘从小缺的不是物质，而是爱啊。安琪的父母忙于事业，几乎没时间陪她。她妈妈是那种典型的虎妈，对她要求极其严格，成绩必须是全班第一，钢琴、舞蹈、英语样样都得拿奖。她爸爸呢，常年在外面应酬，回家就是看看成绩单，然后给她刷卡买东西了事。丽姐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在我家，爱是用物质表达的。安琪坐在我对面，眼神中透着一丝落寞。我生日的时候，爸妈经常不在家，但总会给我订一个很贵的蛋糕，买一堆奢侈品。久而久之，我也认为爱情也是这样啊，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安琪特别看重物质条件，特别是在找对象这件事上。她的前任男友们个个都是富二代，开豪车，住豪宅，但关系都维持不了多久。这次她来找我，是因为她在一次商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台湾男生小陈。小陈是台南人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，能力出众。两人是在一次科技论坛上认识的，小陈的才华让安琪眼前一亮，加上小陈那股子台湾男生特有的温柔体贴，让习惯了北京男生直来直去的安琪感到新鲜。丽姐，他真的很有才华，聊天又特别有意思，感觉跟他在一起，我可以做真实的自己。安琪满脸幸福地跟我说，恋爱的前3个月，两人都是靠视频通话维持感情，偶尔小陈会飞到北京看他，安琪每次都是安排最高级的酒店、最贵的餐厅，给小陈看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。而小陈呢，对这些并不在意，他更喜欢带安琪去胡同里吃老北京小吃，去公园散步聊天。问题就出在安琪决定去台湾见小陈父母的时候。他本以为台湾是个宝岛，虽然比不上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但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结果一下飞机就给他泼了盆冷水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一下飞机就傻眼了。安琪夸张地说道，台北的机场比首都机场小多了，而且路上的车也都是些普通车，哪有几辆豪车啊？小陈开的还是辆普通的本田，连个奔驰宝马都没有。安琪心里开始打鼓，但她还安慰自己，可能台湾人低调，不喜欢炫富。结果到了小陈在台北的住处，安琪彻底不淡定了。他住的是一个只有40多平的小公寓，厨房跟卫生间加起来才我家主卧的1/3大。安琪瞪大眼睛对我说，我当时就想，完了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。但最让安琪震惊的是，去台南见小陈父母。小陈的父母住在台南的一个老社区里，房子是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建的，外墙都有些褪色了。院子里种着些蔬菜和花，虽然干净整洁，但在安琪眼里，这简直就是破旧不堪。丽姐，我当时真的很失望，甚至有点后悔。安琪坦言，我心想，这样的家庭条件，我俩在一起肯定会有很多问题。我爸妈要是知道我找了这样一个穷小子，肯定会反对的。晚饭时，安琪脸上勉强维持着笑容，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怎么结束这段关系了。小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一直努力活跃气氛，介绍台南的美食和文化。阿公烹饪的功夫可是一绝哦。小陈骄傲地说，他以前在日本学过厨艺，回台湾后开了间小餐馆，我小时候的味蕾都是被他养刁的。安琪礼貌地点点头，但内心却嗤之以鼻，一个开小餐馆的能有多大出息？饭后，小陈提议带安琪去看看他们家族的老房子。安琪以为就是去看另一处破旧的老宅，心里更加失望，但碍于面子还是答应了。当小陈开车带他来到台南安平区一座古色古香的宅院前时，安琪彻底懵了。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，门口的石狮子威严庄重，
门楣上的雕刻精美绝伦，入口处挂着陈氏祖刹的牌匾，看起来历史悠久。这是你家的？安琪结结巴巴地问。小陈点点头，是啊，这是我们陈家的祖宅，有200多年历史了，是台湾的3级古迹，现在由我阿公管理，平时对外开放参观，门票收入都用于古迹维护和慈善。安琪跟着小陈走进去，里面一进一进的院落，天井、厅堂、书房样样俱全，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。墙上挂着历代祖先的画像和字画，厅堂中陈列着各朝各代的文物和家族收藏。我们陈家在清朝时就是商贾世家，后来到了台湾发展。小陈边走边介绍，我曾祖父那一辈曾经是台湾最大的茶叶出口商之一，后来家族也涉足过制糖、纺织等产业。安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他虽然家里有钱，但那都是他父亲这一代白手起家赚的，哪有这样深厚的家族底蕴。参观到一半，他们遇到了正在古宅内查看文物的小陈爷爷。小陈爷爷虽然穿着朴素，但气质非凡，一看就知道是见过世面的人。阿公，这是我女朋友安琪，从北京来的。小陈介绍道，欢迎欢迎。老人家笑容慈祥，听小陈说你是北京来的，北京是个好地方啊，我年轻时去过几次。接下来的对话彻底颠覆了安琪的认知。原来小陈爷爷年轻时曾在美国留学，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，后来回台湾从事教育工作，曾担任过台湾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。而小陈的父亲选择了一条简单的路，在台南开了家科技公司，规模不大，但技术领先，主要做精密仪器的研发和制造，客户包括多家国际知名企业。我们家的理念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小陈爷爷语重心长地说，真正的财富不是表面的奢华，而是内在的素养和对社会的贡献。我们陈家虽然家底殷实，但一向低调，不喜欢炫耀。安琪听到这里，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她这才明白自己是多么肤浅啊！仅仅因为表面的房子老旧，就对小陈家产生了轻视，殊不知人家的底蕴和财富远非他家可比。伯伯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安琪站在古宅的中庭，突然对着小陈爷爷跪了下来。我之前对台湾有很多误解，对您家也有很多偏见，我太肤浅了，请您原谅。小陈赶紧扶起他，你做什么啊？在我们家不需要这样的。小陈爷爷也连忙示意他起来，年轻人有想法很正常，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且愿意改变，这点你做得很好。回到小陈父母家后，安琪完全换了一个态度，她主动帮忙做家务，跟小陈妈妈学做台湾菜，认真听小陈爸爸讲台湾的历史和文化。她发现小陈一家虽然生活简朴，但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。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，小陈父母茶余饭后不是看肥皂剧，而是读书下棋，讨论时事。我们台湾人喜欢内方外圆的生活方式。小陈妈妈告诉安琪，表面上可能不如大陆那么光鲜亮丽，但我们注重生活品质和内在修养。这次台湾之行彻底改变了安琪的价值观，她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择偶标准，也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丽姐，我以前真的太无知了。安琪回北京后跟我坦言，我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人民生活水平肯定不如我们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社会发展非常均衡，虽然没有特别多的超级富豪和摩天大楼，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却很有保障。安琪给我讲了她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如何完善，教育资源如何普及，公共服务如何便民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和谐，这些都是用 GDP 这个冰冷数字无法衡量的。而且小陈家虽然看起来普通，但他们的精神财富和家族底垒却是我们家无法比拟的。安琪感慨道，他们家的书房里有很多珍贵的古籍和字画，客厅里挂的那幅山水画居然是张大千的真迹，这些东西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安琪还告诉我，小陈家虽然不喜欢炫耀，但在台南当地很有声望。小陈爷爷创办的奖学金已经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，家族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用于古迹保护和环保项目。这种家风和传承是安琪从未在北京富人圈见过的。丽姐，我现在明白了，
真正的富有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是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对社会的贡献。安琪若有所思地说，我之前的价值观太扭曲了，总是用钱和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在回北京前，小陈送给安琪一本他爷爷写的家训，里面有一句话让安琪特别有感触：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贵在互敬互信，而非互利互取。这让安琪想到了自己过去的恋爱，哪一段不是建立在物质和利益的基础上？难怪都维持不长久。经过台湾之行的打脸教育后，安琪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。要知道，这样的转变可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尤其对于一个从小在物质至上环境中长大的北京富家女来说，简直是一场灵魂的洗礼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回北京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安琪捧着奶茶，眼睛亮晶晶地对我说，以前我的朋友圈都是晒包晒车晒旅游，现在我开始晒书晒花晒自己做的菜，很多闺蜜都以为我的微信被盗了，哈哈。安琪不仅自己变了，她还开始影响身边的人。她把从台湾带回来的茶叶和手工糕点分享给闺蜜们，还把小陈教她的台湾小吃做给大家尝。大家起初都很惊讶，这个以前只会花钱买醉的千金大小姐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居家了？最搞笑的是我爸妈。安琪捂着嘴笑道，看到我突然对烹饪和家务感兴趣，一开始还以为我是不是被人洗脑了，还专门请了心理医生来家里观察我呢。安琪的父母虽然一开始对她的变化感到不解，但渐渐的也被女儿的新生活方式所感染，特别是安琪妈妈开始放慢工作节奏，有空就陪女儿一起学做菜、插花，母女关系比以前亲近了不少。我妈告诉我，她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喜欢烹饪和园艺，只是后来为了事业都放下了。安琪感慨道，现在看到我重新拾起这些，她说自己仿佛找回了年轻时的热情。小陈也在这段时间里多次来北京看安琪，他不仅给安琪带来了台湾的特产，还带来了他家独特的生活理念和处事态度。有一次，安琪带小陈参加北京一个豪门的宴会，席间几个富二代开始攀比最近买的豪车和手表。安琪本以为小陈会感到局促不安，没想到他从容自若，谈吐得体，完全不为那些物质炫耀所动。当有人向他询问你开什么车的时候，小陈微笑着说，我在台北主要靠公共交通，环保又便捷，来北京后主要是安琪接送，不过我考虑以后在北京工作的话，可能会买一辆新能源车。新能源车，买什么牌子的？特斯拉吗？那人追问。还没决定，要根据实际需求和性价比来选择。小陈平静地回答，对我来说，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，重要的是安全性和环保性。这种不卑不亢、不随波逐流的态度，让在场的很多人都对小陈另眼相看。饭局结束后，居然有几个富二代主动加了小陈的微信，说想跟他交流一下投资心得。我当时就坐在旁边偷笑。安琪眨着眼睛说，他们哪知道小陈不仅是个技术天才，还精通股票和基金投资呢。小陈爷爷从他18岁就开始教他理财，他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常年跑赢大盘呢。随着交往的深入，安琪越来越欣赏小陈家的家教和价值观。小陈从不因为女友家境优渥而要求安琪为他花钱，两人约会时，他总是坚持 AA 制或者轮流请客。他送给安琪的礼物也不是昂贵的奢侈品，而是亲手制作的小工艺品或者有特殊意义的书籍。有一次我生日，他送了我一本手工装订的相册，里面是我们交往以来的每一张合照，每张照片旁边都写了他的感受和回忆。安琪的眼睛湿润了。我收到过无数贵重礼物，但从来没有一件像这本相册一样让我感动。小陈的务实和踏实也让安琪的父母渐渐对他刮目相看。安琪爸爸是个商人，最初对这个穷小子自然是不屑一顾，但当他得知小陈家在台湾的地位和产业后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我爸简直比我还热情。安琪无奈地说，知道小陈在科技领域的背景后，立刻邀请他来公司参观，还主动提出要投资小陈的一些创新项目，甚至悄悄跟我说，如果我们结婚，他愿意出资帮我们在北京买房。
安琪虽然很高兴父母接受了小陈，但她并不想靠家里的钱来解决住房问题。我想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建立家庭，她坚定地说。小陈教会了我独立和自强，我不想再做那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富家女了。于是，安琪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。以前她大学毕业后就在家族企业里挂名做个部门经理，每天混日子。现在她决定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她辞去了家族企业的职位，重新找工作，最终在一家知名的跨国公司找到了市场经理的职位。开始工作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自己赚的钱花起来这么有成就感。安琪眉飞色舞地说，虽然工资比在家族企业少多了，但这是我凭真本事挣来的。我现在终于理解小陈为什么对自己的工作这么有热情了。工作后的安琪变得更加独立、自信，也更加珍惜跟小陈的感情。两人虽然异地，但几乎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。我们开始讨论未来的规划。安琪说，小陈正在考虑要不要接受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 offer， 如果他来北京工作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。但是好事多磨，就在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的时候，问题来了。小陈爸爸突然身体不适，检查出了早期肝癌。虽然治愈率很高，但小陈作为独子，必须回台南照顾父亲。小陈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安琪忧心忡忡地说，她原本已经准备接受北京的工作了，现在不得不推迟计划。我理解她的处境，但心里还是很失落。面对这个困境，安琪做出了一个让我都吃惊的决定，她申请了公司的台湾分部职位，准备去台湾工作一段时间，这样就可以在小陈父亲治疗期间陪伴小陈。丽姐，别这么惊讶嘛。安琪看我目瞪口呆的样子，笑着说，爱一个人就要愿意为他做出一些改变和妥协。况且我也很喜欢台湾的生活节奏，可以趁这个机会更好地了解他的家乡文化。安琪的父母起初强烈反对她去台湾工作，认为女儿应该留在北京，由小陈来适应他们的生活。但安琪态度坚决，最终父母还是心软了，答应支持她的决定。我妈偷偷告诉我，她其实很佩服我的勇气。安琪说，她年轻时也有过异地恋，最后因为不愿意离开北京，放弃了那段感情，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她不希望我重蹈覆辙。就这样，安琪收拾行李，暂时告别了北京的豪宅，来到了台湾生活。公司给她安排了一间不大但舒适的公寓，距离小陈家不远。每天下班后，她都会去小陈家陪小陈爸爸聊天，学习做台湾菜，成了小陈家的开心果。小陈爸爸对我很好，总是跟我分享台湾的历史和文化。安琪欣慰地说，她喜欢收藏古书和字画，有时会教我识别真伪，说这些都是嫁妆，以后要传给我和小陈。小陈爸爸的病情在积极治疗下逐渐好转，安琪也越来越适应台湾的生活。她喜欢上了台南的慢生活，喜欢清晨去市场买新鲜的蔬果，喜欢傍晚在安平古堡看夕阳，喜欢周末和小陈骑着单车环岛游。台湾真的很美，安琪感慨道，不是那种震撼人心的壮丽，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温柔。在这里生活，我学会了慢下来，享受当下，这可能就是我一直以来缺失的。在台湾的半年里，安琪还发现了台湾社会的很多闪光点，邻里之间的互助友爱，老人和孩子得到的尊重和照顾，普通人也能享受到的高质量医疗和教育资源，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，这些都让他对发达有了新的理解。以前我以为发达就是高楼大厦、豪车美食，安琪若有所思地说，现在我明白，真正的发达是一个社会所有成员都能有尊严的生活，都能享受公平的机会和资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台湾确实是个非常发达的地区。小陈爸爸的病情稳定后，安琪和小陈开始筹划未来。小陈决定接受北京公司的邀请，但计划在台北和北京之间建立研发团队，这样他既能发展事业，又能经常回台湾看望父母。安琪则打算继续在跨国公司工作，积累经验后可能会自己创业。我们商量着在台北和北京各买一套小房子，平时住北京，假期回台湾。安琪说，虽然比不上我家的大宅子，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小窝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
去年11假期，小陈正式向安琪求婚了。他没有在奢华的餐厅单膝下跪，也没有订购天价钻戒和上万朵玫瑰花。他带安琪去了台南的陈氏祖刹，在家族祠堂里，当着祖先的牌位和两家父母的面，送出了一枚家传的玉镯。这枚玉镯是我曾祖母的，已经传了4代。小陈真诚地说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荣辱，也承载着我们家的期望和祝福。现在，我希望它能陪伴你走过余生的每一天。安琪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坚定地点头答应了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家族传承的力量和意义，也是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爱情的深度和厚度。丽姐，以前我以为爱情就是浪漫和激情，现在我懂了，真正的爱情是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，尊重彼此的家庭和文化。安琪握着我的手，眼神坚定。小陈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，也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两人的婚礼定在了明年春天，准备在北京和台南各办一场，融合两地的传统和现代元素。安琪的父母已经开始张罗北京场的事宜，小陈家则负责台南场的筹备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两家老人现在相处得特别好。安琪笑着说，我爸妈前段时间专门去台南学做台南小吃，还跟小陈爸妈一起去了日月潭旅游。他们甚至开始计划退休后两家一起环游世界呢。听完安琪的故事，我不禁感叹缘分的奇妙。一个眼高于顶的北京富家女和一个质朴低调的台南男生，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差异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这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融合与碰撞。通过安琪和小陈的故事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真正的爱情不是靠物质条件来维系的，而是通过相互理解、尊重和包容来滋养的。在爱情面前，我们需要放下偏见和成见，用心去感受对方的世界。也许你正在相亲路上跋涉，也许你对未来的伴侣有着种种期待和标准，但请记住，最宝贵的品质往往是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善良、诚实、责任感、家庭观念、处事态度等等，这些才是支撑一段感情长久的基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安琪和小陈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和感悟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